这次，雅令和John的生活体验营要挑战的是2天1夜的司马库斯之旅。随着车子缓缓驶入山区，远方的山峦在微光中若隐若现。我们先在便利商店稍作休息，补充能量。车窗外的景色随着高度攀升不断变化，云雾开始在林间穿梭。我们现在位于海拔约1450公尺的余老观景台附近，这里是坚实后山的高点。地理上，余老正好处于2座大山之间的鞍部，由于气流在此汇集，才形成了这片气势磅礴的云海景观。大家纷纷下车，捕捉这难得的一幕，感受大自然的壮丽。司马库斯地理位置极为隐秘，坐落在泰雅族传统领域的最深处。过去曾因交通不便被称为黑色部落，现在则是受人向往的上帝部落。紧接着，我们来到秀峦停车场，这里不仅是前往部落的重要中继站，停车场旁满开的樱花更是一大惊喜。我们从早上7点30分从中立出发，到达司马库斯已经将近12点了，长达4个半小时的车程，千万别自己开车，参加旅行团是明智的，更何况现在是管制期间。走进部落，先透过导览图了解司马库斯的地理分布。来到部落停车场，一棵巨大的樱花树正灿烂地迎接游客。这里就是通往森林最深处的巨木群登山口，木质拱门后是一场身心灵的洗礼。听着导游生动的解说，他提醒大家，最美的樱花林就在2.3公里处。带着满心的期待，我们准备启程，深入这片古老的森林。马库斯的登山步道要去2.3公里有樱花林，然后我们要到神木之后再回到樱花林，然后5.3K 吧，也是要看一点。踏入巨木群步道，这里全长约5.2公里，来回要10.4公里。虽然景色宜人，但因为行程时间非常紧迫，雅令和John必须加快脚步。一开场，迎接我们的是满山满谷爆发式绽放的昭和樱。这种樱花最迷人的地方，就是它那带点粉嫩透明感的5片花瓣，在阳光穿透下显得格外优雅，如梦似幻。看着阳光洒在花瓣上，像是为整座山林镀上了一层柔光。告别了粉红梦境，景色瞬间转为深邃的翠绿，我们正式进入了幽静的竹林世界。接着，路边这块醒目的看板出现在眼前，巨木登山步道，单程5公里。这不只是体力的挑战，更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目标。由于时间非常紧迫，我们5个人在大肚熊姜老师的领军下，开启了喷射模式。但专业的姜老师，即便在高速行进中，鹰眼还是能随时捕捉路边珍贵的兰花与植物。老师停下脚步，热心地为我们科普。听完课，大家体力补满，再度跟着姜老师冲进这片翠绿的竹林隧道。竹影在身边飞速闪过，紧接着又是第2堂专业的植物课。姜老师身为行动百科全书，耐心地教导我们分辨林间植被，让我们这趟旅程不止流汗，更带走了满满的知识。纹路的脉纹的脉搏，它发起在6月份。6月份哇！快看雅琳这利落的身手，她脚步轻盈，稳健地跨过木造小桥，完全跟得上老师那不停歇的节奏。惊鸿一瞥的小瀑布，清甜的水声为我们加油打气。穿过最后这片美丽的竹林，巨木群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我们了。在泰雅族语中，司马库斯意思是指纪念马库斯。这里海拔约1500公尺，曾是全台湾最深山、最晚通电的黑暗部落。这片贵竹对部落来说，不只是美景，更是生活的灵魂。从房屋建材、输水管到美味的竹笋，贵竹承载了泰雅族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。顺着步道前行，远处的高山环绕着这座上帝的部落。这里自2004年开始实行土地公有制，部落成员共享资源，共同经营，展现了独特的共赢制度。紧跟着大肚熊姜老师那快如疾风的脚步，这步伐简直是在山林间开了倍速。多亏了老师的带领，我们仅用了平常人1半的时间，
就冲到了海拔1500公尺的粉红秘境。当我们抵达2.3公里处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瞬间忘了刚刚的喘息。这片绝美的樱花隧道是由数百棵昭和樱交织而成，粉嫩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就像是上帝特别安排的调色盘。除了枝头上满满的粉红色昭和樱，稍微往山坡下一看，还能惊喜地发现洁白如雪的台湾原生种雾社樱。这粉红与纯白交织出的层次，在层峦叠嶂的映衬下，美得简直不真实。更让人心醉的是，山径两旁早已铺满了散落的樱花瓣，形成了一条粉嫩的天然地毯。对于天生喜欢浪漫的雅令来说，这样如诗如画的情境，她完全没有抵抗力。一路上像是踏在云端般，掩不住满脸的幸福，不断的直呼：这真的太浪漫了。告别了2.3公里迷人的粉红樱花林，眼前的山径转向深邃。我们抓紧时间在行进间补充能量。就在大家急行之际，大肚熊江老师的山林教室又准时开课了。老师停下脚步，指着树干，教我们认识珍贵的金钗兰，但因其观赏价值，常遭采摘。江老师感叹着生态的流失，这也提醒了我们，除了脚印，什么都不要留下。跨过木造吊桥，脚下是深邃的谷底。司马库斯位于雪山山脉核心，地形封闭，直到1979年才有电力供应。这份地理上的孤立，反而让他奇迹般的守住了最原始、最纯净的森林面貌。顺利通过3.5公里，随着海拔缓步攀升，雾气开始在林间穿梭，空气中除了泥土的芬芳，还多了一抹淡淡的快木清香。抬头望向这一串串淡黄色的花苞，这就是泰雅族的山林黑金、马告、珊瑚礁。它是台湾原生植物，具备柠檬与香茅的混合香气。在地理分布上，它生长在海拔500到2300公尺的山区，是部落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香料灵魂。突破4公里大关，我们正式跨入了千年巨木的领域。穿过巨大的倒木拱门，像是穿越了时空的界限。这些横卧在地的红块，即便倒下，依然在森林生态系中扮演着养分供给者的角色。终于，我们抵达了1号巨木。这棵树龄约600年的红块神木，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。跟着大肚熊江老师的脚步，我们正式踏入了司马库斯神秘的巨木群地带。这里的空气仿佛凝结了1000年，每一口呼吸都是原始森林的气息。来到2号巨木前，虽然它已在之前的风灾中不敌强风而倒下，立牌依然孤零零地站着，诉说往日的荣光，但身旁这棵挺拔的红块，就像是森林选定的职位代理人，接替了守护的任务，继续向天空延伸。想成为神木，高度也是关键。在台湾，神木大多生长在海拔1500到2500公尺之间的雾林带，这片云雾缭绕的高山区域，提供了红块与扁柏最充足的湿气。唯有在这样的高海拔环境下，生命才能经受1000年的洗礼，长成我们眼前这般顶天立地的神木姿态。离开2号巨木，我们走过一段地质松软、布满碎石的路径。江老师一边观察环境，一边叮咛大家注意安全。此时森林的气氛似乎变得有些凝重。穿过这段路后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瞬间屏住了呼吸。那是一幕极为惊悚又令人心碎的灾后地景。江老师感伤地告诉我们，这里原本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平原平台，四周巨木环抱，曾是森林中最温润、最神秘的一角。然而2024年底的康瑞台风带来了毁灭性的洪水与土石流，巨大的冲击力将这片世外桃源彻底撕裂。原本只有2-3公尺宽的清幽林道，如今竟被冲刷成宽达20公尺的乱石河谷。难怪江老师说，看着曾经熟悉的森林变成这副惨烈模样，眼泪真的会忍不住流下来。我们怀着沉重与敬畏的心情，在这片重灾区中缓慢巡视。尽管大自然的力量如此无情，但看着那些依然在乱石中屹立不摇的巨木，我们也看见了森林在伤痛中依然展现出那份不屈不挠的强韧生命力。从5号巨木出发，我们继续深入森林。当我们踏上横跨溪谷的木桥时，2024年康瑞台风留下的残酷痕迹
再次清晰地摊在眼前。从桥上往下望去，原本应是清澈的溪流与翠绿的植被，如今却被满谷灰色的乱石与漂流木取代。那种毁灭性的力量将山林切割得支离破碎，让人深刻感受到大自然无情的一面。强台康瑞以惊人威力席卷全台，成为近年来体型最庞大的丘台。当石山区降下致灾性的豪雨，引发大规模土石流，不仅冲毁了尖石山区的连外桥梁，更将司马库斯平坦的森林平台瞬间撕裂成乱石崩塌的河谷，在千年巨木身旁留下了惨痛的伤痕。然而，穿过这片荒凉的灾区后，我们要前往司马库斯的灵魂核心 Yayapurang，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妈妈神木。在泰雅语中 Yaya 代表着母亲的意思，我们期待看到她高大的身影。我们沿着蜿蜒的木栈道与阶梯继续前行，13号、16号、15号巨木接连在林间现身。尽管脚下的土地曾遭逢巨变，但这些近千年巨木依旧如同沉默的卫兵，屹立在各自的岗位上，不曾动摇。走在修复后的步道上，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生命韧性。在司马库斯的这片神秘森林里，生命或许会在风暴中受伤，但只要根还深植于地，希望就永远会在翠绿中重新绽放。终于，我们来到了23号巨木 Yayapurang， 也就是大家敬仰的大老爷神木。在泰雅语中 Yaya 是母亲的意思。这棵高达45公尺、树龄约2500年的红块巨木，就这样静静地屹立在海拔1645公尺的雾林带中。看着它那壮阔的树干，还有那像是张开双臂拥抱天空的巨大分支，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妈妈之树。这2500多个寒暑，它就像一位慈母，展开温柔的双臂，守护着这片土地与山林。站在它的脚下，人类显得如此渺小。透过镜头，我们试图记录下这份震撼，但那种跨越千年的生命力，只有亲身抵达的人才能深刻领悟。即便曾遭遇风灾的侵扰，大老爷神木依然用他最挺拔的姿态，告诉我们生命的坚韧与包容。这不只是一棵神木，更是司马库斯最温暖、最坚定的灵魂。位居海拔1600多公尺的深山雾林带，这棵红块巨木不仅是地理上的地标，更是泰雅族人生命传承的象征。最令人赞叹的是它特殊的生长形态，由原始主干生长出的粗壮枝干被称为2代木，在由其上垂直延伸出的则是3代木。这种代代同堂的自然奇观，让它拥有如巨人张开双臂般的巨大树形。相传在日治时期，族人曾在此躲避追击，受其庇护，因此称之为亚亚，亦即母亲。这棵神木见证了2500年的风雨，用它宽阔的胸怀，在深山之中继续编写着属于司马库斯的生命史诗。亚亚也仿佛是一位慈祥的母亲，正在安慰着这片受伤的山林，也温柔地守护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孩子。在他面前，刚才所现的灾难似乎找到了一丝抚慰。告别了壮丽的亚亚神木，我们跟着大渡熊江老师的脚步，回到了这片曾被摧毁的巨木区。看着告示牌上的规划，这里正孕育着全新的巨木园区，重建的工程正默默进行着，期待未来的重生。沿着步道往回走，虽然大地留下了痕迹，但大自然的生命力依然在周遭流动。转个弯，我们再度回到了2.3公里处，那条梦幻的樱花林步道像是一条粉红色的时光隧道，正张开双臂欢迎我们。途中偶遇了当地的部落青年，他们骑着电动机车灵巧地穿梭在山径中。安静的车声中，他们正守护着这片祖先留下的山林，巡视着这片土地的安宁。我们沉浸在司马库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光里，雅令跟 John 早已深深沉醉在这片花海中，不想离去。这场与樱花的约定是今年最暖心的回忆。放眼望去，粉红樱花与鲜黄的油菜花田交相辉映，在远方烟云缭绕的山谷映衬下，这就是上帝部落最奢侈的画作。请大家仔细看着白色的精灵，
这就是台湾原生种雾社樱，它的花瓣非常小巧细致，洁白如雪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展现出一种内敛而优雅的美丽。我们的行程正一步步走向司马库斯的大门口，沿途红白樱花交错，层次分明，美得让人惊艳。走进司马库斯部落的核心区，再度看到巡视山林的部落青年，抬头望去，眼前的景色让人惊叹。这里的樱花美在它的层次感，主要由粉红色的昭和樱与台湾原生种洁白的雾社樱组成，红白相间，交织出了一种如诗如画的美感。粉色的浪漫与白色的纯净在空中碰撞，就如梦境一般，让人分不清现实与幻境。这里是部落最核心的区域，无论是教会还是学校，都被这片壮丽的花海所环绕。在司马库斯，每一口呼吸都带着樱花的芬芳。终于来到了著名的牌楼前，雅令与John完全沉醉在其中。雅令穿梭在花海里，脸上洋溢着最灿烂的笑容，捕捉这一年一度最极致的幸福瞬间。看着他在樱花隧道中轻盈的跳跃，这份快乐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这不只是视觉的飨宴，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。走过巨木区，看过樱花海，司马库斯的每一处角落都诉说着大自然的奇迹与部落的生命力。虽然司马库斯的樱花让我们流连忘返，但这趟2天1夜的旅程可还没结束哦。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镇西堡、樱花林、充满历史感的侠客罗古道，以及壮阔的军舰岩等着我们。准备好了吗？跟着生活体验营一起去探险吧。